好了 ，Hello，我们现在开始吗？那我现在，哎，好嘞，行，大家好啊，欢迎来到 DITO，我先吧，啊我是今天的维度，今天的 AMA 项目名称是 Never Word，Never Word 与，等一下我这边有点回音，给它关了。Never Word 是2021年首次推出的，然后愿景是成为以用户为中心的去中心化生态系统。最初的重点是创建一个生态系统，让用户可以享受涵盖加密货币交易、NFT 交易和微博上游戏的大量去中心化金融服务和工具。在2年的时间里，我们的团队了解了区块链格局不断变化的动态，通过我们的竞争优势和实力优化用户的需求。随着我们不断提高区块链开发的产能，我们很高兴分享 Neverword 的转型。然后今晚的 AMA 会议，Neverword AMA 会议的内容分为3个部分啊。然后第一个部分是固定问答，第二个部分是推特方面的问答，然后第3个部分是币安空间的免费问答。我们很高兴跟今天的嘉宾一起，然后就这里就差不多了，然后下面有请嘉宾这里讲话。我这边好了。OK，感觉我们那个主持人有点困哈，但没关系。就大家好，我是 Justin，然后我身边是Jason，然后我是 Emberworld 新任的首席执行官，然后主要就负责 Emberworld 所有的那个企业的板块，然后同时 Jason 也可以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是 Jason，然后我是 Amberworld 的那个首席营销官，很高兴今天能在这里和大家分享我们Amberworld 新的转型。主持人，我们直接进入到那个问题环节吧。直接进入，好嘞，行。然后我们这边有个问题想问一下你们，就是您能向观众介绍一下您自己和 Neverword 的项目吗？可以啊，那我先来吧。大家好，我是 Emberworld 新任的首席执行官 Justin。然后我是在加入 Emberworld 之前，我在美林美银担任了投行分析师，参与了诸多的那个收购并购和融资项目嘛。然后虽然这波熊市严重打击了传统 M&A 和 IPO 市场，但我看到Web3 开发和融资活动仍然非常活跃。而且作为区块链技术爱好者，加入 Emberworld 对我来说是个非常明智的选择。同时呢 Emberworld 是一个以用户为中心、由游戏主导的去中心化生态，以我们的旗舰产品 NWS 为中心，
我们致力于推出下一代 Web3 游戏工作室和游戏发布平台，并积极在移动设备、平板电脑和桌面设备开发和发布诸多游戏类型，从 MMORPG 到 FPS。我们团队坚信，由我们 Everworld CEO 全新规划和设计的 NWS 平台，将给用户提供最佳的游戏体验。Everworld CTO 之前在美国担任乐线游戏北美领导，具有多年游戏开发经验，同时也非常了解采纳游戏 IP 和发布的整个流程。Everworld 团队和吉来游戏工作室也将陆陆续续探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以扩大我们的全球生态，请大家拭目以待。我们希望所有的观众和 Everworld 用户能够分享我们的愿景，并通过游戏推动全球 Web3 过渡，一同打造最具有吸引力的区块链生态。对，就这样吧。好的。然后我们这边有第二个问题，就是 Everworld 的原生代币是什么？然后您能给我们分享 Everworld 的生态系统吗？好的，这个问题我来回答。大家好，我是 Jason， 我是 Everworld 的首席营销官。之前我是在币安担任我是在币安的首席执行官办公室里面担任全球战略的一个分析员。OK， 所以关于这个问到的问题 ，Everworld 的原生代币，所以 Everworld 呢这个项目呢，我们是通过智能合约在以太坊上公布的，我们的代币叫做 Ember Token（MVIR）， 然后是在以太坊区块链上建造，然后是按照 ERC20的代币标准，在2021年发行。目前的话呢 ，Everworld 这个 Ember Token 可以在非中心化交易所 DEX 还有中心化交易所 SEX 购买。在 DEX 上面呢，我们可以在 Uniswap 购买到，然后在 SEX 的话呢，我们有Gate.io、BitGet、MEXC、Albank、Bitmart 还有 Poloniex。就是现在说到那个 Everworld 的生态系统，我再先给大家补充一下背景知识，然后简单的介绍一下，就 Everworld 从2021年至今都做了些什么，然后我们再分享一下我们未来的这个生态系统会包括什么，有什么发展，然后还有对未来的前景。OK， 所以首先呢 ，Everworld 是成立在过去的2年间呢，我们团队开发出了3个核心产品。第一个产品叫 Ember Market， 这是一个 NFT 交易平台。然后第二个是一个叫 Everworld 会员制的 NFT 系列。然后第3个呢是叫 AntHub， 是一个分散式的交易平台，用户可以在这里质押 Ember 代币，还有那些其他以太坊和其他链上的代币都可以进行质押。所以我们的团队呢，在过去的2年间，就见证了这个 Web 3.0 的这个快速发展，然后区块链领域不断的变化的动态呢，促使我们变得更加灵活，也让我们意识到，如果我们未来要在 Web 3.0 站稳脚跟，我们需要不断的创新。因此呢，我们才决定就是说将注意力集中在 Web 3.0 的这个游戏上。所以我们未来呢，会在几周后会在10月份推出我们的核心产品，叫做 NWS。英文叫做 Ember Web3 Studio， 它其实就是一个游戏工作室。然后我们其实在白皮书里也提到了，就是说 NWS 的这个开发呢，将会分为3个阶段，每个阶段我们都会引入不同的功能。然后第一个要推出的将是我们的 NWS 1.0。所以 NWS 1.0 在最初的发布中呢，将提供3种游戏模式。所以第一种的话是一种免费的游戏模式，就是100%免费。玩家只需要在就是游戏里面完成任务和闯关，就可以解锁Ember 代币作为奖励。然后第二种游戏模式呢是质押 Ember 代币的模式，所以按照就是你质押 Ember 代币的金额，然后你可以获得一个奖励加倍器，然后用户可以在免费游戏模式的奖励基础上获得更多的 Ember 代币奖励。然后第3个呢是 Embrace， 这是一个每小时的一个排位赛。用户可以用 Ember 代币购买那个入场券，然后所有的入场券收益都会进入到一个奖金池，然后在整个1个小时的比赛结束后呢，前5名玩家可以直接从这个奖金池里面获得 Ember 的代币的奖励。说到整个生态系统完了，就虽然我们现在把 NWS 转为是我们的核心产品，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现有的产品将会被移除掉。就现有的产品呢，会变成整个 Everworld 生态系统的一个支柱。然后我们可以这些产品呢使
用户在与其他 Web 3.0的服务无缝的互动。所以举几个例子吧，就是说我们会在游戏中免费给玩家 NFT， 然后这些 NFT 呢其实都是游戏皮肤、道具、服装的 NFT， 就是对你的游戏不会产生任何影响。但是呢，有些比较注重形象的这些玩家呢，他们可以通过 Amber Market， 就是我们的 NFT 交易平台，来向别的玩家购买这些 NFT， 就相当于是一个二级市场的一个交易。然后另一个例子呢，就是说来质押 Amber 代币，然后这是在你可以通过质押 Amber 代币参加我们的这个游戏模式，然后并获得一个奖励加倍器，然后玩家可以通过这个质押 Amber 代币呢，在玩游戏的时候获得更多的奖励。我们未来呢 NWS 也会在未来推出我们的 2.0 和 3.0 的更新版，所以这些更新的信息我们会在日后发布，然后我们会通过这些更新把整个 Amber World 的生态系统发展的更加完善，然后这对于我们来说就是 Amber World 生态系统的长远规划。感谢你的解答。然后我们还想了解一下 NHUB， 然后用户可以在 NHUB 上做什么呢？这个问题 OK 好，所以NHub 呢，它其实是一个目前为止它是一个制币的一个质押的一个平台，然后我 2.0 版本，所以 2.0 版本呢，它将会是这种 Utility DeFi Staking 的服务，所以其实是一个实用的程序，然后用户可以将他们持有的 Amber 代币在 NHub 提供的那个 Staking Pool 里面质押，然后获得利息。然后我们大致上有2种不同的这个质押服务，第一种呢就是那种随时都可以获得本金和利息的 Flexible， 第二种是一个定期存款的 Locked Pool。所以每个 pool 的支付的这个利率都会不同，然后因此呢，用户可以根据自己想要的方式来选择进行质押。这个 NHub 上面呢，我们只会有质押 Amber 代币 pool 的这个作为一个开端，但是大家请不要担心，就是 NHub 呢也会通过与其他项目合作，其他 Web 3.0 的项目合作，来开发更多种代币质押的功能。然后我们的用户呢，之后不仅可以质押 Amber， 也可以质押以太坊、币安智能链、ICP 等链上的不同代币。然后 NHub 呢，也除了代币质押外呢，我们也会开发我们的 NFT 质押服务，因为我们有一个 NFT 的交易平台，也有一个 Amber X Club 的一个会员制 NFT， 所以我们会开发这些服务。然后 NHub 呢就会我们也是会一直提供还有发展这些 DeFi 的服务，然后以便向我们的用户提供更多方式的这种奖励，所以大家请多多关注。好的，谢谢。然后我们还想了解一下 NOWORLD 最近更新了白皮书，内容着重于游戏端，您能和我们分享一下贵项目对于 Web3 游戏的前景吗？就你们的看法。对呀，近期我们就已经目睹到了诸多休闲、超休闲 P2E 游戏因不可持续的游戏机制和高通胀的代币设计而迅速衰落，所以就明确就凸显了 Web3 游戏执行质量的重要性。而且呢，我想强调一下，我个人非常看好就全链游戏和 Web3 游戏领域的发展前景。就随着大家逐渐开始远离这个 P2E， 下个阶段或者下个周期的游戏将着重于有趣、精彩和用户所有权等元素，因而导致游戏工作室转向制作 2A 或 3A 游戏。而且这对于那个首次创业的游戏创始人来说，在不具备相关游戏大厂经验的情况下，募资将会是个非常艰难的过程。而且我个人认为，最好的 2A 或 3A IP 将来自于韩国、日本和美国等发达市场。从本质上来探讨呢 ，Web3 游戏其实是一种基于娱乐的产品，介于发达市场的软实力，推动文化出口的能力，以及构建这些产品的先发优势，历来对这些产品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力。同时，游戏基础设施将是 Web3 游戏的精髓。游戏发布平台将采用以游戏为中心的区块链、游戏 SDK
钱包及服务等基础设施。我相信这些平台的成功取决于幕后构建平台的佼佼者，例如拥有大型 IP 的游戏工作室，或者是说一些其他平台等等。那远离 P2E 呢，我们也将逐渐看到更多工作室或平台采用传统的用户获取策略，例如推出 Web3 的游戏用户指标，如 LTV、CAC、ARPU 流失等，就这些比较传统 Web2 游戏的指标。而且呢，最后想强调的就是说，由我们公司诸多游戏背景出身组成的 Everworld 开发团队 ，Everworld 有望在下一个周期成为 Web3 游戏行业领头羊。通过结合玩家与用户链上和链下数据，更好的完善 Web3 游戏，提高此行业的有效性和持续性。所以，请大家拭目以待。行。Web3 游戏，然后我们还想了解，除了 NWS 游戏工作室和发布平台外，听说 Everworld 最近也有计划在 NHOP 推出新产品。你可以给我们解释 NHOP 吗？然后用户可以在 NHOP 上做什么？主持人，我感觉这个问题刚刚已经问过了，我们可以直接跳到下一题。OK。然后下一个问题就是，您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Everworld 迄今为止所取得的成就和里程碑吗？好的，就是到目前为止呢 ，Everworld 呢，其实我们已经为我们的整个构建生态系统呢，已经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然后我们作为一个企业，通过这个企业社会责任的这个倡议积极的参与在改善一些某些国家和用户对区块链的一些负面印象，然后为区块链的这个整个普及做出更多贡献。然后通过实际用户参与区块链所获得的收益呢，我们至今为止已经捐赠了大概差不多有$165,000，然后来帮助整个区块链的这个普及。所以呢，我们这边的话呢，其实就从今年的第4季度开始，我们将正式启动我们这个整个 NWS 来激活整个 Everworld 的生态系统。然后我们其实可以期待在未来的几个月看到很明显的成就。然后刚刚主持人你提到那个 NHOP 我想再强调一下，就是我们 NHOP 呢，我们会有一个 2.0 的版本，所以就是除了刚才提到的，就是可以在 NHOP 上面质押 Amber Token 以外呢，我们也会通过与其他Web 3.0 的项目达成一些战略合作合作的协议，然后把他们的代币也放在 NHOP 上，然后也让我们的用户可以在 NHOP 上面质押这些不同平台的代币，就这样。好的，感谢。然后回到 NWS， 我们想问一下 NWS 1.0、2.0 和 3.0 有什么区别？就是你们日后会通过什么方式获取游戏用户和游戏开发工作室和开发者呢？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这也是回到我们的初衷。我们初衷一直以来都是以用户为核心，所以我们在开发整个 NWS 的时候呢，我们也不断的提醒自己，这些产品的出发点必须是从客户的角度考虑。所以我简单的介绍一下 NWS 1.0、2.0 和 3.0。OK， 所以 NWS 1.0 呢，它是一个统一的一个游戏平台，然后为玩家提供全面、便捷还有无缝的游戏体验。通过利用 Web 3.0 元素呢，在游戏的过程中为我们的用户产生财务价值，然后里面的游戏呢都是我们公司100%专有的游戏。然后 NWS 2.0 呢，这是一个我们是为游戏开发者或游戏工作室开发的一站式平台，然后里面提供全面的 SDK 套件以及自动化和营销工具，然后目的呢就是来帮助这些游戏开发者们推广他们的新游戏，同时也给予我们的用户更多的游戏可以选择。然后长远的我是 NWS 3.0， 这是一个让非技术开发者，就是没有技术背景的开发者，还有游戏爱好者的一个低代码无代码或者英文叫 low code no code 的一个游戏建构构建工具。然后这个目的呢，其实是让我们的用户也能够参与到游戏开发的过程中，能让他们通过策划还有发布他们自己想象出来的游戏。
然后我们这个关于 AWS 3.0会在 2.0 发布后分享更多的功能。所以总的来说呢 ，AWS 1.0是面向所有用户的游戏平台，然后让用户可以尽情的享受玩游戏的过程，同时创造财务价值。然后 AWS 2.0是面向全世界的游戏开发者，无论是个人还是工作室，我们会为他们提供一个面向全球的平台。然后 AWS 3.0是一个以用户为核心的游戏开发产品，帮助任何一个人实现他们创造游戏的梦想。然后这个第二部分呢，就是提到就是说关于获取游戏用户还有游戏开发者和工作室的这个渠道。所以呢，从用户这一块呢，我们会推出一系列的营销活动，就例如说我们有一个新用户活动，就是 AWS 任何的新用户呢，只要他们把钱包绑定到 AWS 的这个户口里面，然后创立自己的户口，然后往里面存入 Amber 代币，我们将以1:1的比例来匹配这个用户的这个存款。就例如说一个用户将500个 Amber 存入到我们的 AWS 账号里面，然后我们会派500个 Amber。然后这个唯一的条件呢，就是说要释放这个从奖金池这个500 Amber 的这个奖金呢，我们用户呢他们必须参加 End Race 的比赛，就是需要用户去购买入场券才能玩的。所以一旦用户参加这些比赛，我们会以1:1的比例来给他们就给他们额外的 Amber， 可以玩更多的游戏。然后关于游戏开发者或者工作室这边的我们怎么获取这边的用户，有2个模式。第一个模式呢，就是渠道模式。我们的公司呢，在前2周的这些区块链的这些论坛，就在韩国的区块链节 Korean Blockchain Week， 还有新加坡的 Token 2049，我们在这两个展会上已经和很多的游戏方商量在 AWS 平台上面发布游戏，然后也取得了不错的反馈。然后我们的业务开发团队呢，会跟进这些不同的游戏方，然后我们也会不断的参加业内的一些展。然后第二个模式呢，就是我们正在讨论，就是开启一个孵化器模式。就我们正在和业界一些比较出名的几家Web 3.0的风投公司讨论一起合作，设立一个 Web 3.0的游戏孵化器的计划。所以我们会利用我们团队在游戏领域的经验，然后再加上风投他们在业界的这个影响力，来吸引全世界最顶尖的游戏开发商来和我们合作，然后在 AWS 的平台上发布。就这样。好的。然后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NWorld 的近期和长期的计划是什么？就是贵项目有潜在的合作伙伴吗？对，那我就大概就总结一下嘛，就短期内 Amber 需要通过就内部设计和制作的游戏展示自己团队的开发能力，这样才能就赢得人家的信任嘛。所以这有利于对我们就说服其他工作室在 AWS 平台发布大型游戏，促进玩家和用户获取。其次呢，许多游戏平台创始人并不具备就潜在的游戏开发经验，所以他们就平常都只擅长搭建平台。所以通过发布内部自己的游戏和其他团队的游戏，我们相信 AWS 在短期内将会增加我们的竞争优势。而长远来看呢，我们团队希望通过自己的技术专长，与更多 VC、L0、L1、L2 区块链以及游戏基础设施团队一同建立孵化器。刚才那个 Jason 也提到了，这样才能够促进新兴游戏的诞生和Web3游戏生态的进取。我们最近在刚结束的 KPW 和 Token 2049那个很多项目和 VC 见过面了。这周也刚和其中一个知名度比较高的 L1 区块链项目签署了合作协议。Amberworld 将会是他们链上的第一个游戏端项目。同时，为了扩大我们的游戏生态，团队在与一家亚太领先的游戏营销机构洽谈潜在的合作板块。所以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就期待一下我们之后的公告，就和大家宣布一下我们近期的一些进展以及我们签下的合作协议。
感谢。感谢项目方嘉宾的精彩分享啊。然后我们第一阶段的话题问答环节已经结束了，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二阶段的推特固定的问答。主持人，我们可以开始了，就是你可以开始问问题了。好呢，就是你们可以阐述一下你们和 Level 1区块链之一的战略合作伙伴吗？可以啊，就刚才我就没有细说嘛，但我们现在就可以趁这个问题就细说一下。就我们本周刚与那个 Internet Computer Protocol ICP 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巩固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所以 ICP 自身它是一组协议嘛，就允许世界各地的独立数据中心联合在一起，并为当前集中式互联网云端提供分散化的替代方案。Amber 将是首个基于 ICP 区块链的游戏端项目。然后本团队一直都很看好 ICP 分散化云端技术，也相信 Blockchain 游戏是去中心化云端比较实际的一个应用程序。我们将与 ICP 团队大力合作推进那个区块链游戏，同时我们也正在与几家知名度较高的 VC 基金一起协商，有望在年底推出就3方主导的游戏孵化器，进一步推进全链游戏的诞生。而且就我想最后强调就是说，虽然 ICP 将是我们项目的首个合作链，但本项目还是仍然采用一个多链框架，就这样才能给我们的用户和其他游戏工作室提供更多的选项。对，就我们这个公告会之后在1-2个周内和大家分享，所以大家可以就期待一下。好的。然后我们下一个问题就是我想问一下，未来货币市场将会围绕什么趋势为中心大力发展呢？对，就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挺难的嘛，因为大家对吧都在看到底什么时候是牛市，下一个周期会是什么样的主题。但我本身就想分享一下，就我之前看到一个短文嘛，就此前那个 Pantera Capital 就一个风投，就美国那个3番的风投公司，其中他们的一个就代表就 Matt Stephenson， 他发布了一篇短文，就标题为 Web3 游戏现在正式被低估。他就指出，早期的那个 Web3 游戏方案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但枯燥的虚拟宇宙愿景和 PIE 游戏的代币经济就基础令人非常的质疑。所以尽管 Web3 游戏起头有些不稳定，但他还是坚信 Web3 仍然可以为整个游戏世界提供很多的进步空间。而且 Web3 在游戏行业中的潜在优势超越了单纯的表面互交。2个具体应用，第一个是利用 NFT 为电子纪念品赋予独特价值，并利用市场信息为游戏设计做出一个方针，通过这个了解数字对象的内在价值，并利用市场的信息与资源，可以更加深化玩家的那个参与度，增强游戏经济体制，并主要就是还是提高这个游戏玩法的丰富性。然后我想借一下这个麦哥吉耶嘛，就我也非常看好 Web3 游戏，而且之前在问答中也表明了自己的立场。毕竟这个区块链游戏将是个整个行业目前就比较实际的应用场景，而且我觉得很多那个 Web3 项目现在也开始在融资嘛，然后融资过程我觉得都是相当不错的，所以大家在下一个周期或者在熊市来临的时候可以注意一下这个 Web3 游戏这些项目。对。好的，就是现在的很多 Web3 游戏都需要用户投入金钱来取得胜利，那 Word 的游戏也会采取相同的方式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也是我们整个 Amber World 一直想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在我们过去的2年间，我们发现了很多就是P2E 游戏，就是 Play to Earn 游戏，他们需要求那个用户在先购买 NFT 才能参与游戏，然后这导致呢这个入场成本非常高，然后也导致就是说最忠实的玩家他们也望而却步，所以为了要就加重望而却步，然后他们也加重了就是非 Web 3.0 的那些用户他们的这个繁琐的入门过程，然后
读者的这个长期用户的增长还有保留。所以我们在定位 NWS 这一块的时候呢，我们不将自己视为一个纯粹的 P2E 项目，首要的我们是一家游戏工作室，我们做游戏的初衷是为了让我们的玩家可以享受整个游戏的过程。所以为了使这个 Amber World NWS 成为一个包容性强的一个生态系统呢，我们特别关注这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用户能够很容易的参与游戏，没有一个很高的一个入门砖。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给用户带来最好的游戏体验。我们也很清楚的意识到，就是有局限性的这些入场要求呢，是 P2E 游戏不再增长的一个主要原因。所以为了与竞争对手区分，我们不会要求我们的用户先购买任何 NFT 或者代币才能够参加我们的游戏。我们有一款游戏模式呢，就是说是可以完全免费的玩，你只需要互联网，然后还有一个加密钱包，然后在 NWS 上面注册一个账号，你就可以开始来玩游戏了。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虽然也有一些游戏模式，像 N-Race 是需要购买入场券才能参与的，但是呢，我们把最终的决定权都放在用户的手里，他们可以选择玩不同的游戏模式，可以选择花一点 Amber 代币玩，或者可以玩免费的游戏，这些都是用户自己的选择。因为我们的首要任务呢，来享受这个游戏过程，然后并了解更多关于 Web 3.0 的知识。然后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除了 NWS 以外呢，我们也为用户建立了一整套 Web 3.0 的生态系统。当他们准备好的时候，他们可以轻松的去访问这些产品，例如 NHub 做一些代币的质押。然后我们会成为就是所有用户一路在 Web 3.0 的一个伴侣。那这样用户的选择性是很多的。就在 Everworld 即将推出的游戏中，两位有什么期待的游戏吗？我可以先回答一下，因为我们我们是目前 NWS 准备好有5款游戏要正式发布，所以这5款游戏呢都是不同的游戏主题的，所以第一个游戏就叫 Sugar Flavor， 它是一个游戏，然后就是通过你把三个一样的拼图连接在一起，就可以获得积分。然后它有好几十关，或者甚至应该有到100多关吧。然后就是用户在过关的时候呢，他们可以获得奖励。然后第2款游戏呢是叫 Tiki Roco， 它是一个 RPG 游戏，然后用户是在一个自己的一个虚拟世界里面，然后他可以自己盖房子、自己种田就是可以完全是用户来决定他们想干什么的。然后第3个呢是叫 CubeMon 应该就是我最喜欢最期待的一个游戏。它其实是一个赛跑游戏，然后一个你的 avatar 你的人物，然后跟其他的用户进行一个赛跑，然后在赛跑过程中它就有点像那个 Mario Kart， 就是那个马里奥赛跑，那你可以在赛跑的时候去拿一些拿一些游戏中的一些游戏中的那个游戏的币，然后还可以拿一些不同的装备，然后来帮你提升你的这个竞技水平。游戏是叫做那个 Bit Run 的话，其实是有点像是音乐类的一个游戏，然后玩家呢就是要跟着背景音乐的这个节拍，然后按下不同的按钮，然后才可以获得积分。然后最后一个呢是叫 Super Toma，Super Toma 呢是一个有点像我们的 Gundam， 就是机械类的游戏，然后你可以通过你的这个机器人和别的用户机器人进行对打，然后它的整个是一个非常以战略为核心的一个游戏你需要布置好你的每一步，然后才能够最终在游戏中取得胜利。
所以所以我最喜欢的其实就是 Cube Mod， 就是那个整个赛跑游戏不知道 Justin 你有没有一个喜欢的游戏？对，就我本身还是比较喜欢那个 Sugar Flavor，因为我觉得他们那个游戏就非常怎么说，就非常精致嘛，而且就有很多就可以过很多关，然后同时我觉得这个 Sugar Flavor 也主要是咱们开发团队就金钱跟时间花在的主要游戏之上，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就等着我们这个 Sugar Flavor 到时推出，我觉得大家可以试着玩一下，而且我觉得这个 Sugar Flavor 确实挺好玩的，我自己就尝试过。而且我们现在在那个YouTube 上有一些视频嘛，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 YouTube 那边搜索一下我们那个 Sugar Flavor 游戏。好的。然后我想大家现在肯定很期待 NWS 平台大概在什么时候正式上线呢？ OK，就我们那个 NWS 1.0已经处于最后的那个 beta 测试阶段，预计会在10月中旬上线。然后 NWS 1.0将会展示我们团队100%专有的游戏，为玩家提供全面、便捷、无缝的游戏体验。同时，我们也希望通过 NWS 1.0获取用户体验和开发回馈，以便让团队更好的去推出 NWS 2.0和其他平台上的那个 SDK 啊，或者是其他的开发工具等等。所以现在这个阶段就我觉得是10月份中旬肯定没问题。然后同时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就到时等那个 NWS 1.0上线之后，就给我们你们的一些回馈，这样我们在做 NWS 2.0的时候才会有比较一个完善的回馈体制。然后就我们也会就去采纳大家的一些回馈啊和一些建议，到时给大家打造一个比较完善的 NWS 2.0。对，好的。然后我们有个问题是 ，NWord 如何在竞争激烈的游戏发布平台格局中脱颖而出呢？对，你说的没错啊，就我觉得这个格局还挺，就还是有其他竞争对手的。就目前这个市场上，就面向大众啊，门槛较低的游戏平台其实并不是很多。就是像只有像什么 Fractal 和 Merit Circle 这样的平台，已经在美国和欧洲获得了较大流量和关注。但尽管如此呢，这些平台基于 Web3 游戏工作室和游戏玩家盈利渠道并不多。因而，我们团队认为，游戏发布平台应该优先考虑一下这些玩家以及游戏本身他们背后的这些开发者。就打个比方嘛，就通过像我们之后 NWS 2.0，一旦有某个游戏工作室在 NWS 上推出一款新的游戏，其工作室就会收到一张免费的开发 NFT，然后这开发 NFT 就可以被分割，以便让比如说你的游戏粉丝啊。就可以共同拥有该游戏的一个所谓的股份，并参与那个收入分享。这样将为我们的那个游戏开发者和那个创作者提供有效的一个盈利模式，并把所有权逐渐就转移归回我们的那个粉丝和用户的手上。对，所以我们相信，就通过自己比较特殊的一些就比较特殊的一个方式，就把我们自己在这个比较竞争的格局之中脱颖而出。好的。就像现在游戏平台推出的时候，都会给新用户一些福利。NWS 推出后，会给予现有用户特殊福利吗？这是一个很好问题其实这 Amber World 呢，我们在之前就已经有了一个 Amber World X Club 或者 NWX 的一个会员 NFT 系列，所以呢，其实我们现在我们整个团队正在一直在摸索，就是我们怎么能为 NWX 的会员提供更多的优惠或者运营方案来融入到这个新的 NWS 的这个生态系统里面。就是我们目前呢还没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方向。但是我们会在我们会在内部先讨论好，然后我们会在未来几周 NWS 会员福利。但是一个可以肯定的就是说，我们不会辜负我们一直长期以来支持我们的我们这个整个项目的这些会员，我们肯定会有一些服务给NWX 的这些会员。
但是除此之外呢，我也想强调，就是说，因为 NWS 它是一个新的一个产品，所以呢，我们肯定会有一些新用户的一些活动。所以说，就算你是 NWX 的持有者，你来到我们的平台，然后来到 NWS 平台的话，你也可以享受到这些新用户的活动。有可能我再重复一遍，就是 NWS 我们的新用户活动呢，其实就是我们让 NWS 任何的新用户只要绑定钱包后，然后存入 NFT Amber 代币之后呢，我们会按照1:1的比例匹配您的存款。所以这次举个例子，就是你在我们的那个账户里面存了500个 Amber 之后呢，我们会匹配500个 Amber 也给你，然后你可以在就是相当于就是你在 NWS 上面你有双倍的这个存款，然后你可以玩更多的游戏。然后唯一的条件就是说要释放这些存款的话，我们这些用户必须参与到 M Race，就是需要买一个入场券，然后才能参与的游戏。听起来很不错这个福利。然后我们最后有个问题就是 N-Word 的最终目标是什么？什么时候能看到期待的成果呢？OK， 这个的话呢，刚才 Justin 也提到，就是我们的正式的NWS 这个平台现在已经在 beta 模式了，然后我们会在十月份正式的公开，所以我们会为我们这个 NWS 就从10月份开始从目前到做足准备，然后做大量的宣传，然后还有在我们的 community 里面跟我们的用户更好的介绍这个 NWS， 然后一旦 NWS 正式的公开，我们很坚信，就是我们可以在第4季度开始，我们可以看到看到很好的成果，然后我们其实的话，就是我们不能只是说单单看短期的这个发展，我们要看长期的这个发展。就是 NWS 1.0之后呢，我们还有2.0和3.0公布。我相信就是2.0呢会给我们用户带来更多的游戏，让他们能够更享受这整个游戏过程。然后 NWS 3.0才是真正一个颠覆整个行业的一个突破。我们会做一个 low code no code， 就是无代码少代码无代码的一个产品，让我们的用户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建造他们想要的游戏，然后他们可以发布这些游戏，然后也从这些游戏中获得。所以我们对啊，然后还有除了这个NWS 之外呢，我们的 NHub 2.0版本也会在10月份公布。然后10月份的话，我们最初公布呢会是代币质押平台嘛，所以说最初的话呢，我们只会有 Amber 代币的这个质押功能，但是我们会和别的在整个领域的其他的合作伙伴一起把他们的代币也放到我们的平台上，就是你可以质押在不同链上，像以太坊链或者是币安智能链上的，还有ICP 链上的这些代币。然后最后呢，我们也知道，就是 Amber Token 我们已经发行了，然后已经在各大交易所里面已经有这些已经在交易了。所以说我们其实也很在意，就是我们为买我们币的用户，我们要确保他们的这个币是对，然后是有价值的。所以我们的目标也是说，在明年为止，在 CNC Coin Market Cap 的排名呢，我们可以排到前100的排名。对，我这里也是觉得那个 Jason 就总结的挺不错，就我们不仅要看我们现在就短期的这个目标，同时也要注重一下我们之后长远的目标嘛，因为毕竟还有 NWS 2.0和 NWS 3.0。然后主要是比如说像 NWS 2.0，我们想成为就 Web3 的那个 Steam， 然后同时 NWS 3.0，我们是想成为就 Web3 的 Roblox， 所以就我觉得我们那个将来和未来是有一个非常大的前进的。然后同时呢，我们想要感谢就今天参与的一些中文观众啊，然后同时也想就感谢一下，就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直播是在那个英文的那个直播间嘛，所以有一些就英文观众就比较擅长英语的观众也加入了我们这个直播间。
So we would like to thank everyone as well who, attended the AMA today. And ultimately, I think Jason and I, we kind of conducted a AMA in English before already. So if you guys could actually search up, a keyword Ember World on Binance Live, I'm pretty sure you can actually look through the archive of our English AMA. Thank you.主持人，我们要到下一个环节了吗？问答环节已经结束了，大家感谢项目方嘉宾的分享项目。OK，好的，好的，感谢主持人，感谢主持人。对，我觉得我们就可以在这里应该结束了。然后非常感谢今天参与我们 AMA 的观众。然后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尽快推出 NWS，同时和大家继续互动。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分享，非常期待游戏。再见喽， Thank you so much, everyone. Thank you so much, Justin and Jason. And for I think for the participations, you need to join into the Anfield Worlds community. Of course, we also giving away like $300 for everyone because we were focusing into point of the Anfield World because this is the biggest project, and I will say this is high project. Of course, that's why we went to talk with the Anfield Worlds, the point, the right point with the teams of the Anfield Worlds. So for the community giveaway, we will doing community giveaways. And we will picking out on the Anfield World community, Telegram community that's giving the best comment for the NF rewards. And of course, we will talk with the team of the NF rewards to choose the winner of the CME. And thank you for everyone that's already joining into the Tito Labs community EME with the NF rewards. This is really big project. I'm really excited for this project, and this project is really hype around the world in the Huobi, in the Binance. This is really big, and yeah, I think on the GLE also this is most training projects, and of course this is will be the next big thing for this project. Success, Mr. Justin and Mr. Jason and your team for the NF awards. Thank you, everyone. Thank you, everybody. Thank you, everyone. Have a good one, and appreciate you guys as always. Thanks so much. See you. Have a good one.